俄工厂摆满崭新的苏35战机，这些战机预计将交付伊朗。然而此前关于出口伊朗的战机型号讨论中，中国的歼十 C 呼声最高。那么为什么伊朗军方舍弃更先进的歼十 C 也要苏35呢？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美国商业卫星再一次拍摄到了俄罗斯加加林航空工厂即将交付伊朗的苏35 SE 战机。只见卫星照片中，这些苏35 SE 战机停满停机坪，这些战机涂装完成，即将交付伊朗空军。早在今年3月，伊朗空军就正式表态，决定从俄罗斯引进苏35 SE 战机。说来这事儿也有趣，实际上伊朗空军接装的苏35 SE 战机是接盘俄罗斯原本为埃及生产的战机。早在中国率先采购苏35S 吃到螃蟹后，埃及也于2019年和俄罗斯签订24架苏35 SE 采购协议。当时美国就试图威胁警告埃及不要购买俄制武器，但是埃及并未理会。俄罗斯这边接了单后，就开始快速为埃及生产苏35 SE 战机，截至2022年已经生产了17架。结果俄乌冲突爆发，西方全面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包括其武器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不得不妥协，因为若埃及执意继续采购苏35，到时候西方国家一制裁，埃及军队就受不了，因为埃及军队装备了大量的西方武器，包括阵风战机、西北风2栖登陆舰、F-16战机等。美国若下达制裁令，埃及的这些西方武器将彻底失去维护能力和缺少零件，最后都将成为废铁。所以这批苏35 SE 战机一直在俄罗斯加加林航空工厂停放。当时这些战机都已经被俄厂家涂抹了埃及空军的专属涂装，但最后仍旧错失大单。而伊朗接盘的决定可以说是让俄罗斯很快找到了下家。毕竟伊朗相比其他国家根本就不怕美国和西方的什么制裁，因为79年开始已经被连续制裁几十年了，反正是狮子多了无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全面升级。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数千架无人机和数以万计的各类型炮弹弹药，有力支持了冲突中的俄军。伊朗空军现在也继续谋求引进现代化战机，毕竟由于西方的长期制裁和本身国防工业能力受限，伊朗空军在建设上存在不少问题。过去巴列维时代从美国买的战机难堪一用，其主力战机 F-14A 差不多也快用散架了，飞了40多年，现在已经不具备延寿升级能力了，顶多再用几年，这些战机也将全部退役出力。因此伊朗空军急于引进战机代替这些 F-14A 战机，最后选择了俄罗斯的苏35 SE， 反正大部分都是现货，能够快速交付伊朗空军。不过此前也有相关的消息称，最适合伊朗空军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歼十 CE 战机，这款战机的性能完全符合伊朗空军的需求。伊朗空军也曾经在中国进行歼10和歼11的考察，而且随着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一框架内，中伊两国有着更为广泛的军事合作前景。那么伊朗为何还要采购苏35而放弃歼十 C 呢？有分析认为，伊朗空军选择苏35而不选择歼十 C， 实际上就是因为其他原因，而非战斗机性能原因。就是俄罗斯给的优惠条件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允许伊朗可以不使用货币结算，以物换物的方式就能够将苏35抱回家。如通过向俄罗斯提供等额的无人机和弹药，就能够换取苏35战机。而且据称伊朗订购了64架苏35，如果都能采取以物换物的方式，能够让伊朗省下很大一笔支出。但是若要采购歼十 C， 伊朗可能就拿不出这么多钱了。一架歼十 C 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一架歼十 C 价格在6500至7000多万美元不等。尽管这个价格已经是世界4代半战机中最便宜的了，但是对于伊朗来说还是需要货币支付。
几十架加起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伊朗空军对重型战机显然情有独钟。中国的歼十 C 只是中型多用途战机，虽说空战性能更胜一筹，但是苏35 SE 毕竟是重型机，相比歼十 C 这种中型战机，重型多用途战斗机通常具有更大的燃油容量和更高的航程，使其能够在更远的距离执行任务，并且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和装备，这使得他们可以执行长时间远距离的巡航、打击和侦察任务。所以对于经济拮据的伊朗来说，既然重型战机多用途能力更强，而且又有俄罗斯的优惠，最后也就顺其自然地选择了苏35 SE。